那么死刑合宪，虽然讲合宪，但是呢，出了很多主意啊，让死刑很难去宣判了。不过前一阵子马来西亚那个女生被杀了，也宣判她死刑。我想主要因为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了，哦，尤其这种回教国家，你杀了人你还不判死刑，哦，在马来西亚早就跟你这个碎尸万段了啊，打屁股打死你了。那但是现在是这个执行啊，执行。那一个叫做黄林凯，他是里面最年轻的31岁哦，他被枪决哦。那这个当然他那个犯行都是很匪夷所思的。原来一个女朋友从小同学在一起，然后呢要分手，他把人家的提了200万走了，20万走了。然后呢，结果人家要还钱，他就说他妈妈还出来说我只还一半，然后呢还生气。哦，然后把人家的女方的妈妈也勒死了，把这个女生也勒死了，太狠了吧？哦，那所以呢，现在执行了死刑哦，说呢五个法官都同意啊，而且呢找不到任何替他非常上诉的理由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在猜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那有人就说是不是赖清德的这民调很低啊？啊，在这个时候希望拉抬一点啊。也有人说大家对大法官上次这个裁定很失望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死一个人来拉抬一下。有人说民众党哦定国基人很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司法不公啊，我就拉抬一下。到底什么理由啊？赖清德说呢，这个希望社会支持依法行政，也向受害家属表达慰问啊。陈水扁的时候呢，任内枪决了32个人，马英九的时候呢，枪决了33个人。哦，然后呢，蔡英文枪决2个人，赖清德算枪决1个人啊。哦，那如果赖清德要比蔡英文呢，可能将来还有1个人会被枪决哈。那另外呢，这个郑明谦签准，法务部长签准，法务部长说没有政治考量，是为了实现正义哦，没有特殊考量跟预设立场都没有，我们就是该枪毙我们就把他枪毙了啊。哦，那只是说现在呢，程序会更就有8项的大法官了。哦，这个犯最重之罪哦，然后呢，这个要有辩护人在场哦，然后呢，第3审要延迟辩论，第3场呢要有律师，第3审要有律师在场哦，然后呢，这个各级的法院都要一致同意把他枪毙，从地方高等最高哦，甚至更审，所有法官都要不能有一个有不同意见。哦，这有点学美国那个陪审团呐，所有的团员陪审团都要同意，有一个不同意就要重新再来啊。那另外呢，这个有精神病不行，那是杀人的时候有精神病啊，精神耗弱等等。执行的时候不行，杀人的时候很正常，但是呢，要枪毙他的时候，他突然精神不好了，也不能把他枪毙哦。这有8个要件，那所以他会觉得这等于是实质废死的哈。那这个黄凯霖呢，就是说都没有直接，已经最严重。哦，而且呢，法院呢是这个最高法院是5个法官一致决议，没有不同的意见哦，而且他没有精神障碍，也没有心智缺失哦，所以呢就把他给枪毙了啊。那他其实杀2个人，里面有是火烧 KTV 杀5个人的有两案哦，其实杀人比他还多，但是那些人都还在啊。那法务部说，第一个呢符合大法官的意旨。然后呢也没有赦免法，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司法救济哦，然后呢这个也没有精神丧失，所以呢就枪毙他了啊。那目前呢有36个死囚，5个是已经这个检察总长给他提起非常上诉了。那现在废死团体呢就很生气哦，就说呢这个去抗议，昨天还在现场抗议了哈。然后说应该给他提非常上诉哦，昨天这个姓黄的这个啊，应该提非常上诉。那另外呢，大家也注意说，以后你提名的大法官能不能过关？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哦，也值得注意。不过我是在想，现在一般正常的、稍微有点学术地位的，大概你要提名他当大法官，他都不愿意。去这立法院给你羞辱，万一又被你打枪，我干嘛啊？搞了个半天呢？所以他现在找人，其实我看也不是那么能找来可能都是阿狗阿猫哈，那个这是很想当然很多了，但是说那个条件啊，是不是真的望重士林啊？哦，在司法界人人敬重啊，我看不容易啊。好吧，我们看一下。
16号晚上，法警烧着金纸，让黑夜中台北看守所刑场透出火光，气氛肃杀。因为就在10点02分，执行了黄林凯的死刑。枪响落下，代表黄林凯以伏法结束这一生。隔天刚好是死者的生日。礼仪车载着遗体从北所的生死门离开，送到殡仪馆。被害家属等这一刻等了12年。这个是完全没有特殊的一个考量哈，是完全尊重最高检察署审核非常上述的一个个案的一个标准来执行的。黄林凯2013年10月1号犯案，201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他死刑，2016年最高院认为判死理由不完备，发回更审，结果更一审再度被判死刑，他提出上诉，2017年上诉驳回，判死确定，成了最年轻的死刑犯。黄林凯曾申请释宪，想救自己一命，但合议庭法官一致决判死，全案也没有违背法令，他也没有精神丧失、精神障碍或是心智缺陷，仍扭转不了局面。他是死刑释宪后伏法第一案，也是赖政府上任后开的第一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枪毙？我想这个大概没有特别有时间点的考量哦，就是依法行政嘛。好，那刚才确实张大哥也有讲说，目前在死刑的定验以及执行死刑当中，有非常多的要件哈，都要一一来这个核定哦，那才会来进行这个死刑。那也确实，所以现在台湾你看这一个个案，它是12年。好，它是定验之后12年才进行这个执行。那我看到就确实有很多的意见是说，选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来就赖清德的民调？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度的揣测了。毕竟第一件事情是，目前赖清德的民调其实都还有近60%的满意度。好，那特别是在中南部，那其实60%多。那所以基本上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要说要救民调，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那当然有很多人会对比哦，像过去这个马英九时期哦，当时候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但因为确实有人是说，因为那时候马英九的民调是真的。好像是10%以下啦，哈，我印象中。那可是我们放到现今来看，就赖清德目前的民调，实在是你说要用这种方式去抢救，完全没有那个必要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过多的揣测。不，马英九因为执行30几个了，所以可能有民调有高有低了。是。那这个现在也有人说，是不是为大法官提名了？吴思瑶说乱讲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各界怎么揣测。根据司法院宪法法庭的判决，死刑是合宪的，并没有违宪。因此，我非常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法务部依法行政。同时，我也要向受害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这么多年，大家辛苦。那国民党说是为了救民调，谢谢，不好意思。被质疑别有用心，对此总统快步离去，并未回应。那傅兄兄，你怎么看清德兄？我觉得哈，现在你要谈时间上的巧合啊，背后的动机啊，你说他民调不高啊，其实他民调不错的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讨论没完没了，也不会有答案。我现在就讲说，昨天这个枪声啊，它对民进党是很有利的。这一个枪声啊，它带来的 implication， 它背后的意涵。几乎都是正面的，所以你可以怀疑啊。比如说洪孟凯就说，那其他30几个是不是一概统统枪毙？我倒不觉得你的质询应该这样，你应该说你要把那30几个不应该枪毙的，现在不便枪毙的理由给国人来一个报告嘛，起码向国会报告一下，为什么大法官定得这么严格？以后啊，偏偏就只有他一个，他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那教委诗词来讲呢？他说他有2点是不可难以教化。第一点，他认为那个钱他有份的啊，就男女朋友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这个没有什么。他其实当然不是说协议1人1半嘛，就表示有份了嘛。这无所谓啦，这不重要嘛。还有第二点，他说他恨意太深，对家呢他可以装嘛，他是一嘛勤劳性呢。他可以画观音的佛像啊，他可以描那个心经啊。这个恨意还给教诲师知道啊，这个人也讨论也未免太简单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说决定谁该死谁不该死，但是呢，它有一个实质的效应，就说你们说执行死刑违宪没有，还有你们说
这个执行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是实质废死，没有。但是我们起码可以怎么讲呢？是几乎实质废死了，因为其他人都不会死啊，所以还是几乎实质废死啊。但是我觉得比较有一点，我感到就情绪上、感觉上，就觉得说总统的评语怎么是这样呢？他说对这个受难家属10几年来的折磨，就表示说辛苦了，表示辛苦了。那表示说赖清德心里头对这个就是说以暴易暴，或者是这个要以命赔命，或者是他基本上他不是很反对的哦。还有其他30几个没有枪毙的，他们的家属难道要继续辛苦吗？对不对？你给我个解释嘛？为什么这个人就辛苦了？总统知道啊，他们30几个的家属怎么办？所以总统最近都很喜欢讲一些漂亮的话，有的时候像诗人就佛摩沙的领土上没有解决不了、没有放不下的仇恨，还有呢，还有就是说不愉快的事情、不快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过不去的。既像诗人，也像传教士，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未免有一点恶心了，有一点像圣经上训勉人的话。不过我是觉得不懂了就是你这一个，其实还有36个嘛，你说一个就能够说就是我不反对废死，不会的，老百姓没有那么笨的。你36个呢？对，他的家属也会出来讲话，像那个女老师的先生也上过我们节目这是一个。第二个。然后你觉得枪毙一个人是对的，就挽救你的这个声望挽救你的名誉挽救你的民调那你为什么要赞成废死呢？那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明明知道社会大家都认为说不该废死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支持废死？你不讲，大家也都知道你支持废死对不对？都不知道吗？那些废死团体跟你都没有关系吗？都知道所以这不是很奇怪？你这矛盾嘛？你做很多事情都矛盾的嘛？不奇怪，我跟你解答不好。就是整个民进党，尤其是领导阶层，他的意识形态就这一方面而论的话，是跟欧盟的立场一致的。你得罪不起欧盟，跟台湾的民众想法不一致那你亚洲其他国家都没有一个废死的哪一个国家废死？你告诉我，日本也没有那你都不怕得罪欧盟？你怕先进？我们学欧盟。那你这样欧盟给你什么好处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30几个州都还有废死，还有这个死刑对不对？有很多废了又恢复觉得不行那你欧盟又能制裁他吗？所以你欧盟是自己认为自己代表进步，但是我不是跟你讲吗？在欧洲很多犯罪的当场就枪毙了，没有再去经过法院什么3审了。很多你看那个很多新闻都看得出来，如果一些恐怖分子等等，当场就围剿你了，就把你打死了，当场击毙。我们警察敢吗？不敢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这个当时被害女的这个王小姐的爸爸说呢，我等了12年，等到这一天，然后跟这个妈妈还有女儿说，害你们的人被枪决了，当然也挽回不回来了，挽救不回来，但是至少被害人家属觉得说，这杀人者死嘛，一报还一报嘛，虽然你说这是报复主义，那就是这样子那他可以随便杀人吗？对不对？我固然不是上帝，不能定人生死，那他可以吗？他就可以这个结束人家的生命吗？好吧，这个黄林凯被杀了，那他爸爸这个受害人的爸爸啦，感谢大众力量帮他撑过12年，也感谢赖清德签字那不需要赖清德签字吧？不用，法务部长就可以了法务部长。那另外呢，这个他在死者生日前一天伏法了所以家属也很感谢，家属真的是很卑微的，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还要感谢，你感谢什么？但是因为已经12年了，你都不把他枪毙嘛，所以这可能已经绝望了。那至少现在觉得说，至少让他伏法了，所以一直出来感谢就我觉得有什么好感谢的那司改会到台北这个监狱还是看守所，到外面去举牌抗议。说停止死刑，你们怎么搞了半天又枪毙一个人而且说他可以非常上诉
而且呢，说是民进党呢是为了政治利益杀人哦。那所以废死团体很怒吼，说其心可比，你们为了政治利益，赖清德你其心可比啊！但是问题是，非常上诉要检察总长提出来，检察总长说检查了半天以后，没有可以刚才提出非常上诉的地方，剩下36个人也不过就是5个提非常上诉啊，也不是每个人都提非常上诉哦，你要非常上诉就给你非常上诉啊。好，那么香港媒体说，为什么选这个时候有3个重要的考量哦，第一个就是刚刚讲民众党。第二个呢，可以呢打脸国民党，哦，质疑我们不执行死刑。第3个呢是赖清德要这个就任1周年啊，他其实当选1周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提振一下啊。那就是你们讲那个他的声望多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民调这样做的，好像只有一个民调这样做的哦，所以其他民调做出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哦。他这个就职满1周年一定会有媒体做的哦。那欧盟说台湾应该全面废除死刑啊，欧盟自认为代表民主了哈，代表前进进步了哈。那另外呢，有53个民众团体、民间团体也成立反废死联盟，所以你法务部要依法执行啊。你光听那些废死团体的，我们是反废死啊，你要听听我们啊。哦，那现在还有36个哦，反正名单一大串哈。那我们看一下。拒绝政治判断，停止执行死刑。16号晚间8点40分左右，距离死刑犯黄林凯伏法还有1个多小时，民间司改会成员到刑场外抗议，枪下留人。废除死刑推动联盟也发布了声明，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将黄林凯的非常上诉状提到了法务部，对，跟中央检察署那边。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枪下留人这样子，然后按照宪判8的意志去做决定。包含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发了联合声明，认为法务部对黄林凯违法执行死刑，不能让社会更安全，也不能让人民对政府更信赖，更不能解决政党对立，谴责赖政府用死刑执行来转移政治困境。讲天有天理啊，天公有六州啊。好人有好报啊，歹人有歹报啊。家属等了12年，死刑犯黄林凯在16号晚间执行枪决。这一枪，被害家属看见希望，死者父亲终于露出笑容，笑着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一觉天亮。”来金，就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死刑，执行死刑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呢受到那么多的质疑。被认为说是拿来作为政治操作的一个手段，民进党政府的公信力其实是崩解了哈。如果说赖清德他对于废除死刑有真实的信仰的话，他就应该要求他的法务部长，就在他的任内里面呢不能够执行死刑。那显然他并没有嘛哈。然后各种各样的揣测呢，加诸在民进党政府的头上，每一个揣测呢，都是对于政府的一个重重的打了一个耳光。而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理由呢，是因为呢，今天宪法法庭要对于限诉法到底要不要给予这个暂时处分做个决定，我觉得跟这个有关。因为呢，有关于死刑执行还有废死的争议呢，是在于宪法法庭做出了那个判决，实质废死之后，在民间呢是掀起了非常大的反弹的风潮，所以从国民党罗智强他们发起的白玫瑰的运动啊，然后反对废死的声浪呢，一直在社会上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共识。我们这个社会任何的这个事情呢，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见，很难形成一个共识。可是像反对废死，有高达70%以上的民众呢都支持，这个是很难见的哈。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赖清德政府呢深刻的意识到就是。宪法法庭做出来的那个判决，对于民进党来讲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呢，挑一个案例
来执行死刑。我觉得这里面呢，的确是充满了政治的算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呢在广告的时候讨论了，过去呢在执行死刑的时候，都是犯人呢被枪决了之后才通知媒体。可是昨天不是哦，昨天是事前就通知媒体他什么时候要执行死刑，所以这里面呢都是有铺排好的痕迹呢，非常的明显。就受害者的家属来讲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王爸爸真的觉得蛮心酸的他说他终于可以告诉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女儿害你们的人死了被枪决了，而且呢，他在过去这12年来，他一直在受那个的煎熬，就是一直有那个的很大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害死你们的人到目前还没有伏法？然后他今天在讲了这一番话之后呢，他最后呢就是跟这个记者呢所有的大家讲新年快乐他已经12年没有办法说出新年快乐这么简单的一个4个字了我觉得看在其他的死刑犯的受害的这个家属的心里面，我觉得那个感觉大概是更复杂吧曾经到战情室来的那个士多奖的得主的那个这个先生他的害死他太太的这位犯人，他被改判无期徒刑了，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司法救济的管道能够再把他判决死刑，而且就算他判决死刑了，而且搞不好不执行，我觉得这个看在其他的这个受害者的家属的眼中，昨天的那一幕，那个情感上面的波动呢，必然是非常大的。好吧，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把他枪决了？我们看一下。摊开在前总统马英九任内执行33件的死刑案，而民进党执政后，蔡英文前总统则在2018年以及2020年执行2起的死刑案件，相隔5年，赖总统签准死刑犯枪决。这8位大法官回去看一下，你们去年国会改革法案113年度的宪判字9号，所有做暂时处分的法条都是已经公布生效的。宪法、诉讼法是否暂时处分，将在近日裁定，就怕两者具有关联性。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志豪议员他们有人说是因为你们111定狗基声势不小，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杀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一声枪响他到底赖政府是因为要这个真正的实现正义，还是他是要转移焦点，或者我们谈到的刚刚讲到的所谓的民调但我觉得我这边这个民调，可能我姑且不讲是他本人的民调。我们来想想看，在这个宪法法庭做出这个废死等于实质废死这个裁决还有过去的一些民调，其实都很显示我们全台湾的绝大部分人民其实是不赞成废死的所以这个民调或许就指那个民调，但是他又把定狗基这个拿来当成说是他这个的一个，我觉得也不无可能看起来是不无可能但是我们反过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在司法本身造成的民众不信任感的问题是在这里。为什么？从最近开始的侦查不公开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无罪推定，到现在把死刑执行拿来当成一种政治操纵的工具这是全民都看在眼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问题真正有解，就是赖政府你要真正出来面对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到底是赞成废死还是你不赞成废死，这可以讲清楚的。那政府的论述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你说好，必须一定要执行废死这个动作，你的配套措施出来了没有？比方说如果你要执行废死，我觉得最基本的，在我们的立场来讲，你要有很妥善的配套措施，比方说你可以有所谓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那在这样的配套措施出来之前，是不是可以轻言的来谈完全的废死或者实质的废死？我觉得全国的国民都在看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刚刚很多来宾谈论到这个所谓的家属的心声我觉得这也是要考虑在内的。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民意是不赞成废死的？就第一个，大家还是会害怕，因为大家最怕的什么？目前讲最怕就是死嘛。那你把死刑拿去之后，会不会造成某一些的罪犯他开始肆无忌惮？这是大家要去考虑，这是他害怕、实质害怕的事情。要讨论很多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实质民心所害怕的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目前这个政府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再来，一旦发生事情之后，大家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哇，这个可能
着重的这个重点是在于所谓的死刑犯的一些人权，但大家不要忘了这些受害者的人权呢，这些受害家属的人权呢，这个政府是不是有全盘来照顾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现在这个为什么废死案闹得这个沸腾腾，而且绝大部分的民意不赞成的原因啦，所以我建议其实政府应该来思考这些问题去做个完全的配套，才能够把所有的民意做一个沟通，做一个整合啦。对啊，你看美国美国是有终身监禁，不能够一辈子，不能够假释，都还有死刑，两个都有啊，都有。那我们现在又不判死刑，也没终身监禁，就判个无期徒刑，关到这个20年，好像20年吧，还是25年，25年，他就可以出来了啊。你那个贺主，对不对？当然，对他们是说就判死刑，还是会有这种杀人案，是啦，没错，但是可能还是会达到一些贺主作用吧。想想看，我这样干了以后，我将来可能会被人家枪毙。然后现在你没有看那些人讲说杀一个人反正也不会死了，杀好几个才会死了，他根本有恃无恐，变成这样嘛？来说会。对，我想所有支持死刑的人台湾有80%左右。我们都不是嗜杀的人，反而我们都是尊重生命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更痛恨这些虐杀生命的人啊。那执行死刑在台湾是什么？第一个，它是支持人间正义的；第二个，它是支持司法执行，因为我们现存的司法制度，刑法里面就是有这个死刑这一个刑罚在嘛。你有这个在，法官也判了，你却不去执行，那你这本身就是不尊重司法。你判了，你又不执行，那这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为所应为嘛，今天如果他不应该判死刑，也没有判死刑，你去执行施行，那这是不对。可是你判了，你不去执行，那这是什么呢？所以现阶段我们针对的是他罪大恶极，而且法官已经判了这种情况，我们才去坚持说他就应该去执行，并不是说什么情况都说哎呀这样也要判，那样也要判，不是，我们不是在要求降低死刑的门槛，所以这个是两回事当然有一些废死团体那是他的理念，可是更大部分的民众，我们要求的是司法正义，就这么简单，司法正义还有人间正义，就这样而已那司改会对于赖清德的评价一点都没有错，赖清德就是在做政治判断嘛。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因为只要他在4年任内，他执行了一次，他接着都可以说我没有支持废死啊，你看我有执行过一次，就这样执行一次，他又可以撑4年，缩嘴4年那我要呼吁赖清德的是，如果你没有支持废死的话，那针对目前36个已经经历过1审、2审、3审定验的，你该执行的去执行。那我也希望国民党的立院党团要求法务部提出一个报告。目前36名的这个死刑犯，如果符合这个释宪后的，还是符合实刑的，把它列出来；不符合的是怎么样不符合的，一个一个的把它清楚列出来。如果 A 不符合，是哪几点不符合？还有其他符合的还有哪几位是符合的？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然后法务部要针对符合的列出执行的时程。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嗜杀或嗜血，没有，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破坏了这个秩序、跟司法、跟人性尊严。我们是希望有死刑可以减少去杀人，其实是这样了。那他们现在废死的人，就是说这个也不见得能够阻挡那这东西就很难，你怎么知道不能阻挡呢？都完全没有效吗？自古以来，这个死刑都没效，一定有它一定的效果，才会几千年来都是杀人者死，就是这样子而且这古今中外几乎除了欧盟以外，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否则的话，大家为什么大家都是笨蛋？那通通既然没用，那通通不要有死刑算了，多残忍那为什么还是有大部分国家都有这个死刑？美国好几个州原来废死，后来又恢复死刑了，为什么？为什么会？那这最明显的例子嘛，就它有一个对照嘛，对不对？废死以后发觉这个杀人可能更多了，所以才要恢复嘛。这道理这么简单吗？还是迟来的正义到底是不是正义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要思考一下，特别是很多被害人的家属。你看这个案子拖了12年，这12年之间，那个家属真是在睡觉想到这个事情都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所以这迟来的正义，我是觉得不是正义，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对这个政府呢，好感觉说执行死刑就是真的去实践的正义。第二个，我觉得死刑在民进党政府里面算是一个政治操作的工具啦。
就当民意觉得说要死刑的时候，他就找一个人出来去做一个范例，就说，我也有去做执行死刑啊，我也去执行了法院的一些判决啊，但是都是看时间点啊，而不是说按照时间点真的该执行的时候就执行。再来，我认为他这个案子因为现在大法官的8个都被否决掉，他用这个案子去证明说，大法官个人是否支持死刑，跟实质会执行会被执行死刑这是2个脱钩的事情。就算我大法官呢是支持废死的，但是我在实质的执行上该执行之后还是会执行死刑，等于说在这为下一阶段提名大法官我就留一个伏笔。那再来，因为现在社会上已经普遍的感觉到说，民进党已经是实质废死，那个对民进党的这个某一些的中间选民，我认为那个心理上面是有冲击的，会觉得说民进党是一个实质支持废死的政府。那这样子的冲击坦白讲，对于民进党下一次的选举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好操作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去说，虽然大法官有做这样解释，但是我还是去执行这个死刑，去破除社会上对于这种讲法的一种迷思所以赖清德选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只能说，执行死刑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一种政治操作的工具。那我觉得也不必立法院党也真的不用太认真。你叫他怎么36个列出来，他不会列的，他不会列出来说那36个怎样怎样，只是要等到下一次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就再找一个去做执行死刑，证明说他对死刑的部分还是有存在的空间。哪位置？我觉得毕竟这个都是一条生命，然后无论是这个受害的人或者是现在伏法的这位，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太多这个政治的操作这样在里面。但确实，我先认同刚才淑慧议员讲的，其实死刑真的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好，那我认为这个严肃的事情，确实我们来看，就是说，那我们在执行死刑，它的要件到底有没有符合？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死刑，很多人会有疑虑的是说，因为过去确实有很多是有这个误判好的情况，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各种的原则跟条件之下，我们仔细的判断。严格严谨的来对待，那同时对于现在这个伏法的案件，我觉得我们不要用嗜血的角度去看它。那当然，我觉得也要还这个受害的家属最后的这个安宁跟这个心底的平静。那我们也希望是说，对于死刑案件的每一个案件的审查，确实都可以符合相关的要件，并且谨慎的来判准。那是。这个已经讲太多了啦，所以我认为这一枪声对民进党是加分的，你再怎么讲都是加分。那你还36个人？对，所以呢，36个人就看国民党团怎么操作。你在司法委员会的人对法务部是可以有意见的，他不敢不做某种程度比较诚实的回应，但是他这一枪，他就可以回答说没有违宪。而且呢，不是实质废死，但是你还是可以讲说，你几乎实质废死了，几乎了，37%嘛。对，但是而且你以后也不判死了。其实大法官的解释是为以后不是以前。不是，而且30几个就这个合格，这个可以死，那其他都不能，给个道理嘛。不就是说这37个那是以前已经判死了，你不去执行是没有道理，除非他的判决有问题。除非是这样，大法官的解释为了以后的就更难判死了，不是为了这37个休息一下再回来。